有些孩子一出生就站在了命运的分岔路口，他们没有选择权，却要承受结果。凯凯就是这样一个孩子。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的人生开局，那或许就是不幸却又幸运。不幸的是，他刚出生没多久，妈妈就不在身边了。凯凯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本该是一个家庭最幸福、最完整的阶段，新生儿、年轻的父母，充满期待的未来。可现实却很快偏离了这条轨道。在凯凯还没有真正记住母亲气味的时候，妈妈就已经不再长期陪伴在他身边。对一个婴儿来说，妈妈不在不是一个抽象概念，那意味着夜里哭醒时少了最熟悉的安抚，生病不适时少了本能的依靠，成长的最初阶段缺少母亲的陪伴和回应。这些缺失不会被孩子立刻说出口，却会悄悄留在生命最底层的记忆里。婴儿不会表达，但身体记得一切。很多人会说他还小，不记事，但心理学早就告诉我们，婴儿不会记得具体事件，却会记住感受。他记得谁在抱他，谁回应他的哭声，谁在他害怕时出现。而母亲的缺席，对任何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来说，都是一种无法理解却真实存在的空白。这是凯凯的不幸。母亲缺席并不是谁的选择题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凯凯的不幸并不是因为某一个人不爱他，而是现实、环境、命运多重因素叠加下的结果。但无论原因如何，结果都真实地落在了凯凯身上。这是很多成年人争论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。但幸运的是，凯凯并没有被独自留下。就在所有人以为这个孩子的人生会被缺席主导时，另一个身影悄然站了出来，那就是奶奶。奶奶成了凯凯最早的稳定依附。在凯凯生命最早的阶段，陪在他身边最多的人不是父母，而是奶奶。奶奶的陪伴是日复一日的喂饭、洗衣、哄睡、出门散步，这些看似普通的细节却构成了一个孩子最重要的安全感来源。在心理学中，这叫稳定依附关系。奶奶的爱没有宏大叙事，只有日常坚持。奶奶的爱不会上热搜，她不会说我为你付出了多少，也不会用镜头记录自己的辛苦，她只是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情：早起、做饭、看着孩子，一天天把他带大。正是这种持续、稳定、不被打断的陪伴，让凯凯没有在缺失中迷失。凯凯之所以还能快乐，是因为他没有被忽视。很多不幸的孩子并不是因为失去了谁，而是因为在失去之后没有人接住他们。而凯凯至少被接住了。当他学走路的时候，有人在旁边牵着；当他害怕陌生环境的时候，有人在身后；当他需要回应的时候，有人会低头看他。这就是他的幸运。奶奶无法替代妈妈，但她填补了空白。必须说一句实话，奶奶无法替代妈妈。角色不同，功能不同，情感连接的方式也不同，但奶奶做到了她能做到的极限，让凯凯不至于在被抛下的感觉中长大。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付出。不幸与幸运并不是对立的。凯凯的故事之所以打动人，正是因为它不是非黑即白，它不是彻底的不幸，也不是童话般的幸运，它是在不幸中遇见了幸运。这比任何极端叙事都更真实。很多人羡慕凯凯的快乐，却忽略了代价。我们看到的是凯凯的笑容，活泼、天真，但很少有人真正去想，这些快乐是有人在背后用时间、精力、衰老换来的。奶奶在变老，身体在吃力，精力在下降，但她选择了继续。凯凯的幸运不是运气，而是被选择。幸运不是偶然发生的，凯凯的幸运是有人在现实面前选择了他，选择不放弃，选择不推开，选择承担。这份选择让一个原本可能被命运击中的孩子得以稳稳地站在地面上。未来凯凯仍然会面对关于母亲的问题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，凯凯长大后一定会问：妈妈在哪里？为什么别人不一样？这些问题无法回避，但至少他不会是在一片荒芜中去寻找答案，因为他有奶奶，有陪伴过他的人，有被爱过的底气。有爱托底的孩子更有力量面对缺失。一个被爱过的孩子，即使面对缺失，
也更有力量去理解、消化、接纳。凯凯并不是没有伤口，而是不会被伤口彻底定义。14. 不幸让他更早接触现实，幸运让他没有被现实击垮。这就是凯凯人生最真实的写照。不幸的是，他没能拥有一个完整的起点；幸运的是，他没有被这个起点判定一生。凯凯是不幸的，但是又是幸运的。这不是一个用来对比谁对谁错的故事，而是一个关于陪伴意义的故事。我们无法为孩子选择命运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在命运落下时是否伸手。凯凯遇到了伸手的人，愿所有像凯凯一样的孩子，在不完美的世界里，都能遇到一个愿意陪他们慢慢长大的奶奶。